考试恢复那年，我和竹马同时辞掉工作，报考大学。在填志愿的前一刻，我忽然听到了竹马的心声：女人，快填首都大学啊！填了你就上不了大学了，哈哈哈！我硬生生顿住了笔尖，偏头看向竹马，仍旧是熟悉的温柔笑容，根本无法将这张脸与刚才幸灾乐祸的声音联系在一起。一初，你怎么还不填志愿？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昨天睡迟了些，有点晕，刚刚还以为你在跟我说话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老师不是说了要放平心态，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容易影响考试发挥。竹马满是关切的眼神没有丝毫异样，我还以为熬夜出现幻听了。在重新提笔的时候，那道声音再次出现：哈哈，不管你多努力，这个大学你都是上不成的。我震惊抬头，这次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就是竹马的声音。一初，又怎么了？这女人什么情况？原剧情也没说女配是个一惊一乍的性格啊。郝建，我最近的状态不大好，保险起见，还是不报首都大学了。这怎么行？你不落榜，怎么资助我上大学？我还怎么带着如烟双宿双栖？如烟，柳如烟。不行，一初，咱们不是说好了以后一起上大学，毕业就结婚的吗？你不报首都大学，我们不就分离了吗？快答应，快答应填首都大学！工具人女配就要有工具人的自觉，不要这么多事。我想起来刘老师找我有事，得先过去看看。无法分辨竹马的心里话，我落荒而逃。为了圆谎，我来到了学校办公室，在刘老师面前站定。周一初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老师，马上就要交志愿表了，我拿不定主意报考哪所大学，所以来请教一下您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又熬夜复习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我无意识地摸了一把额头，沾了一手的冷汗，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头脑昏沉不只是心理因素，而是真的生病了。可能是昨天不小心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有点着凉。我被老师叫来的帮手送去医院，还通知了家长。好巧不巧，被老师拉壮丁的人就是柳如烟。一初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要是还怎么跟建哥哥一起上首都大学？柳如烟一直叨叨叨，吵得我脑仁疼，但我从她身上听不到心声。为了让柳如烟少荼毒我2句，便随口问了句：对了，一直没问过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妈妈？姐姐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头疼，随便聊聊转移注意力。这样啊，建哥哥没告诉过你吗？妈妈下乡后就在当地嫁人生了我，一直没有回过城，姐姐没见过是正常的。我下午挂完点滴就被爸爸接回了家，正准备打开书本复习，郝建就带着柳如烟上门来了。阿姨，我们来看看一初。郝建、如烟，你们有心了。初初在房间里，你们先进来坐一会儿，我去叫他。好的，谢谢阿姨。我听着玄关方向传来交谈声，习惯性的放下了笔。起身前忽然想起来白天听到的郝建的心声，心里总觉得不得劲。图图，你收拾收拾，快出来！郝建和如烟来看你了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多年的老邻居、老同学。郝建还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忽然毫无理由的疏远，怎么都说不过去。我调整了一下心情，强撑着绵软的身子来到客厅。郝建、如烟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一初，你没事吧？我听如烟说你高烧39度，挂了点滴好点没有？没事，在医院眯了一觉，好多了。一初姐姐，我都跟建哥哥说了很多遍了，他还是放心不下你，非要来看你，你看他多关心你。谢谢你们，但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们还是快些回去复习吧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与此同时，一阵肉香从厨房飘了出来。妈妈为了给我补身体，今年没少找人换肉票，买肉给我吃。郝建和柳如烟的喉结明显的滚动了一下。阿姨又在做红烧肉了，好香啊！郝建虽然没有说话，但眼中的渴望半点不比柳如烟弱。快点邀请我们留下来吃饭，这个女人今天怎么这么呆，一点眼色都没有。如烟这么一说，我都饿了，那你们快点回家吧，我要去帮我妈打下手了，争取早点吃饭。闻言，兄妹俩的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。柳如烟犹不愿放弃。姐姐，我能尝尝阿姨的手艺吗？抱歉，我家做饭都是正好的，你这忽然提出要在我家吃，饭也不够吃啊。姐姐，我吃的很少的。郝建，你看你妹妹，这女人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难搞？算了，为了以后的美好生活，不能现在撕破脸。如烟，你不能因为我妈没有做肉就嫌弃她做的饭，你要听话，不然我就送你回小姨那里。对不起啊，一初。如烟就是从前在乡下太苦了，受不了诱惑，我这就带她回家。怎么今天这招没用了？这女人是不是发烧糊涂了？见我没有要松口的意思，她扯着柳如烟就往外走，动静闹得特别大。如烟，快走吧，妈妈肯定做好饭了，就算没有肉，但粒粒皆辛苦，咱们回家吃。临出门前，郝建像是刚想起来，回身问我：一初，你的大学志愿交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带给老师？抠门女人，敢这么对我和如烟，活该以后嘎了爹又没了妈。我背脊发寒，眉头狠狠皱起。郝建担忧地看向我：一初，你怎么了？是又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就是刚才忽然胃疼，应该是饿的。将二人送走后，我去厨房看着妈妈的后背静静发呆。爸妈会嘎，
怎么会？他们身体健康，工作稳定，还从不与人为恶。如果郝建的新生就是未来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正值壮年的他们英年早逝呢？楚楚，你怎么在厨房门口站着？饿了的话就先吃点饼干垫垫，别站这里，油烟大。妈妈，我把郝建兄妹赶走了，您不怪我吗？傻孩子，肉就这么一点，本来就是买给你补身体的，我和你爸都不舍得吃，为什么要怪你不让出去？我妈说完就把我推了出来，正好我爸下班回来。楚楚，还不舒服吗？需不需要再去医院看看？不用，我好多了，我去拿碗筷，你洗个手，马上就能吃了。楚楚真乖。咦，今天有红烧肉，怎么郝建和如烟不在？爸爸的话让我微微一愣，什么时候我家只要有好吃的，郝建和柳如烟就必定会占一份了。自从2年前柳如烟来郝家借住后，她仗着自己是农村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每次都会来我家蹭吃蹭喝。顾阿姨会给他们做晚饭的，他们不能总在我们家吃饭吧？哼，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胡思了？爸爸告诉你，做人要懂得分享。算了，我去叫他们过来吧。我还没开口阻止，厨房里的妈妈率先冲了出来。不许去，总共就这么几块肉，楚楚一个人都不够吃，他们一个两个都比楚楚能吃。他们来了，楚楚吃什么？老婆，没必要这么小气吧？他们也今年考学，要是以后有出息了，还能念咱们2句好。是我小气吗？你知道关心他们，就不知道关心自己女儿吗？她今年也要考学了，营养跟不上，你负责吗？以前不争不抢没发现，爸爸的心眼子偏得厉害，而且不是偏向我。最后爸爸摔门而去，我和妈妈吃了3个人的饭，红烧肉很好吃，我吃得很饱，眼睛却忍不住的发酸。原来红烧肉吃到饱是这种感觉。第2天，我去图书馆前，将填报了本市一所师范大学的志愿表交给了刘老师，并向他要了一个承诺，帮我保密报考的大学。郝建父母一直都想要撮合我跟他，所以极力劝说我跟他一起报考首都大学。我不想我爸妈为难，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保密我的志愿了，谢谢。没问题，你能想得这么明白，老师很为你高兴。咱们总要先有学上，才能去想上更好的学校。谢谢老师。来到图书馆后，郝建第一时间就凑上来跟我说话。一初，你早上不是比我们出门还早，怎么现在才来？没什么，就是去找刘老师交志愿表，花了点时间。你报了哪所大学？是跟我一样的首都大学吗？如果我说不是呢？郝建的眼眸瞬间涌现出慌张，一把将我从座位上拉了起来。我踉跄了几步，带倒了桌子，资料散落了一地。郝建，你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捡资料，却撕烂好几本重要的复习资料。我一把将资料从他的手里抢回来。你不要动我的资料，我自己捡就可以了。郝建嘴上一直说着抱歉，表现得手足无措，但他的心声却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哈，女人，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连最后的复习都做不了，我看你还怎么上学？为了暂时稳住他，我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一句，我填报的志愿就是他希望的那所。后面他才没有继续捣乱。当天我就将所有的重要复习资料都搬回了家，妈妈也干脆每天3餐都回家做，还总是给我带些水果饼干，说是他办公室的叔叔阿姨们听说我要去考试，友情赞助的。刚开始我还会偷偷给爸爸留一点，可自从我看见爸爸拿到吃的，转头就拿到对门给郝建兄妹俩，回家还跟妈妈大吵一架，说妈妈自私，有好吃的都不知道分享，我就再也没有留过。期间我还谢绝了郝建兄妹的所有探望邀请，直到考试的那天，我刚出门就被早早等在门口的兄妹俩堵住。一初，今天考试，我们一起走吧，我和如烟特地在等你。姐姐，这是大姨为我们考试准备的包子，哥哥特地给你留的。吃吧吃吧，我已经在里面放了妈妈每天都要吃的糖豆，吃完啊，我看你怎么考试。我皱眉看着怀里的包子，想着怎么把包子塞回去，就被身后赶来的妈妈推着走了。楚楚，你傻站着做什么？快快快，妈妈载你去学校。抱歉啊，阿姨的自行车只能载一个人，带不了你们了。没事，姐姐真幸福，有阿姨这么关心你。阿姨，一初，你们路上小心，不用管我们，我们自己能去学校。喜女人这么自私自利，难怪做不了女主。还是我的如烟妹妹可爱，等我考上首都大学，用你家的钱带如烟妹妹去念大学，有你后悔的。我到学校考场的时间比他们早，便将包子给了刘老师，请他帮我拿给郝建。纸包就是寻常的报纸，我家附近的包子铺也都是这么打包的，要是不仔细看，还真的很难区分。老师，这是郝建早上给我的包子，你也知道的，他家条件不好，我不想他饿肚子，麻烦帮我这个还给他，不要告诉他是我带给他的。好，你快去准备考试，别把心思花在这些杂事上面。当我考完上午的科目，中午就听说有考生在考场睡着，交了白卷，我没在意。吃完妈妈给我做的爱心餐，继续奋战下午场。第2天的时候，没有看到郝建，只看到了柳如烟。一初姐姐，昨天哥哥忽然在考场上晕倒，现在都没醒，你能跟我去看看他吗？
这么猛的效果，郝建就没打算让我竖着从考场走出来，或者他压根没打算让我进考场。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他竟然这么狠。柳如烟，我要考试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？亏哥哥平时对你这么好，大姨还想撮合你们俩。我跟你哥只是对门邻居的关系，请不要说这种令人误会的话。随后我妈出现，柳如烟还试图劝说我妈。阿姨，哥哥住院了，你赶紧带姐姐去看看他吧。妈，不要管他，柳如烟有病。阿姨，您和叔叔不是默认毕业就给哥哥和姐姐办订婚宴吗？怎么可以不管哥哥？小姑娘家的不要乱说话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还有，这是我们周家和郝家的事，和你一个姓柳的有什么关系？柳如烟从来没见过我妈这么凶悍的一面，瞬间的就泪崩了。我妈不耐烦的撇撇嘴，哭不代表你有理，我警告你，不许在外面胡说八道，毁我女儿名声，不然我就抓你去报帽子叔叔。说完，我妈拉着我飞快冲向自行车。等到考试结束，特地请假陪考的妈妈在学校门口接到我，看起来比我还开心。楚楚，考得怎么样？我刚考完，乍然放松下来，反应有点迟钝。妈妈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闺女，没关系，今年不成，咱们明年再战。”谢谢妈妈。不客气，谁让你是我亲生的呢？不过应该是不用了，我感觉我这次发挥不错，应该能上。我女儿就是厉害，妈妈以你为荣。回家路上，妈妈带着我去买了一些菜和肉，说要给我做大餐。要不是我拉着，她非得把身上剩下的钱和票全花完。妈，低调，万一是我预估错误，多尴尬啊！妈妈相信你，不是十拿九稳，你不会乱说话的。话虽如此，但妈妈还是按照我的意思压低了音量，不让别人听见。我们母女俩开开心心的回到家，结果进门都来不及放下手里的菜，气势汹汹的爸爸就从里面将我们堵在了玄关。周一楚，你怎么干的？怎么敢在考试这么重要的时间点对郝建下料的？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虽然早就知道郝建醒来后一定会反咬我一口，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对我兴师问罪的人竟然是我爸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给郝建道歉，求他们原谅。爸爸，我没有做过，不会跟你去给他道歉的。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，好端端的，楚楚怎么会给郝建下料？都是你惯出来的好女儿，平时不知道分享，还在考试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对同学下料。刘老师都告诉我了，郝建晕倒前吃的就是你女儿让他转交的包子，不是他做的还能是谁？包子，楚楚，是考试第一天早上的那包子吗？没错。你看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了，郝家要不是看在我们是多年老邻居的份上，早就报警了，还不赶紧跟我去道歉？你让女儿说完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。那天的包子是郝建给我的，你要说他是包子吃出问题的，那就跟我没有关系。没错，包子是我看着柳如烟塞进楚楚怀里的，我那天就没给楚楚买过包子。我爸不相信，坚持让我去医院道歉，拗不过他，我跟着去了。一进病房，就见垂头丧气的郝建愤恨地看向我。为什么？这女人怎么和袁书里完全不同？我要嘎了她，要不是她，我一定能够考上首都大学。郝建脑子里的声音一直在咒骂我，还提到了袁书。对了，之前他还说了原剧情，女配。难道我所生活的世界原本是一本书？还没想清楚，我就被我爸用力地拉了一把，一个踉跄来到了病床旁边。楚楚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给郝建道歉！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你毁掉了哥哥美好的前途？还没等我开口，一声带着很近的尖锐嗓音从病房外传来。周一楚，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儿子？我们家到底有哪里对不起你？对不起，一楚一定只是闹着玩的，不是故意要害郝建的。周一楚，道歉。我没有做过，顾阿姨，我跟郝建报考的根本就不是同一所大学，没有理由要害他。郝建、柳如烟，包子是你们亲手塞到我怀里的，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忘了。还有爸爸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永远都向着别人，但就算你是我爸，也休想将莫须有的帽子扣我头上。明明就是你害了我儿子，你还敢狡辩？小年纪就这么狡诈，看我不撕裂你！爸爸象征性的拦了拦，口中仍旧是原来那套说辞。柳如烟一边哭一边用言语挑动着郝建母子的情绪。郝建阴森森地看着我左躲右闪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等帽子叔叔到达病房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：兵荒马乱的医护人员，哭得直不起身的柳如烟，捂着肚子蹲在角落的我，与医护人员一起将郝建压制在地上，不得动弹的爸爸，地上还有一把沾满血迹的水果刀。一初，你没事吧？医生，快帮我女儿看看，她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医生在看清了我情况后，迅速叫来了还有空的护士，把我带走检查。顾阿姨和我先后脚地进入了手术室，她要处理的是刀伤，我要处理的是内伤。郝建因为误伤他母亲被帽子叔叔逮捕，顾阿姨同样因为伤害我也被带走。郝建被带走前还坚持要拖我下水。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周一初给我下药，导致我错过了考试，情有可原。罪魁祸首是周一初。可是我当天压根没买过包子，最重要的是
糖豆属于处方药。帽子叔叔一查，原来是顾阿姨自从顾叔叔去世后，一直就有失眠的症状，医院有她的诊疗记录，家里也搜出了糖豆。最终郝建又给自己争取了故意投毒的罪名。配合调查期间，我从他的心声中得知了很多事情，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郝建，而是穿书而来的外来入侵者。我真正的竹马郝建早在1年前高烧去世了，而我父亲跟他母亲早在多年前勾搭在了一起。我爸之所以这么照顾他们母子，根本就不是出于邻里情谊。在我将证据拿给妈妈的那天，妈妈哭了很久很久。第二天，妈妈顶着核桃眼跟爸爸摊牌，两人去扯证局领了离婚证。这时候个人作风问题抓得严，为了保住工作，爸爸同意了净身出户。我在家里等着，在我妈回家的时候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妈妈，你身边永远都有一个我会越做越好的，以后我们2个人也能过得很好。录取通知书出来后，我顺利被师范大学录取。柳如烟没考上大学，被送回了乡下。我的升学宴办得挺大，来参加我升学宴沾喜气的邻居特别多。后来我偶然间听说，顾妈在跟郝建见面后撤回了谅解书，不仅要求帽子叔叔重判，还一口咬定对方不是自己的儿子。最后郝建被重判，顾妈因为精神失常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没有亲人在外面的精神病人，在里面会遭遇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感兴趣。